然后续航的话肯定是长一点好，或者有快充的也可以代替。如果屏幕的激发亮度不够，手机摆在导航支架上面看起来就是黑的。所以说我骑太快了，导航没跟上，听导航听着导航没了，网络信号差，甚至于说断流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炯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这期可能会稍微有点长啊，先问大家一下啊，经常吃外卖的小伙伴可以评论弹幕1。我们走在马路、小区、商业街，你时不时就会看到外卖小哥的身影啊，有人用亲密的陌生人来形容他们，但大众对于这个群体啊，似乎并不是那么了解。我们频道啊，就从最擅长的手机开始，去实际了解一下外卖小哥们的用机生态。为什么有这个选题啊？下面我们也会解答。他们对于手机的需求，其实你不用深入啊，光看就知道有多大啊。除了电瓶车，可以说是他们最核心的工作平台，接单啊、转单啊、电话啊等等等等啊，都需要在手机上完成。在过去近1个月的时间里面，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调研、问卷、线下采访啊，还实际跟拍了2位外卖小哥的真实工作，4舍5入也相当于送了2天外卖啊。其实靠一期视频想改变什么啊，根本不可能。所以本期我们更多的是一个记录者、思考者的角度。首先，我们为什么想到去调查外卖小哥们在用什么手机呢？或许用一个更加正式的名称来称呼啊，叫网约配送员更合适。2020年2月啊，外卖骑手以网约配送员的名称成为新职业，纳入了国家职业分类目录。这意味着这份工作从之前的打零工啊，成为了国家级的正式职业。根据现有数据，2021年底啊，就有约1300万人从事网约配送工作啊，也就是差不多每100个国人啊，就有1个从事配送行业啊，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，而且手机是他们的绝对刚需工具，绝对重度用户。这个庞大的群体的用机生态是什么样的？我们之前好像没有看到过什么样的报道，他们的真实需求是什么？转达一下声音，或许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事儿。我之前用的是 K40，这款是小米12S Pro，低瓦数，充个半个小时左右电就能用大半天。有时候没带充电宝什么的。首先一个续航，因为他们要看导航嘛，把手机的屏幕设置成永不灭屏。整天都在跑的话，续航第一步也要重要。然后我觉得还有重要就是信号了，这个确实是我们比较重视的。性能我觉得我这个性能已经够用了，我这个小米12 Pro，1000把来块的手机也能用，也能将就用吧，时间用久了会卡。第3个防水性能，配送员在下雨天的时候会给手机上一个防水套。他们到底在用什么手机？我先说结果啊，我们通过线上和线下双向调研了85位真实的外卖小哥，可能这个数字你听着没有那么大啊，但是贵在真实。首先在这要特别感谢他们抽出时间的支持啊，因为型号差异较大，也比较庞杂，我们主要以系统和品牌来进行统计。根据有效问卷啊，非 iOS 系统的手机自然还是最多的啊，占比近75%。如果拆分品牌来看呢，苹果依旧是独占鳌头的选手啊，占比26%了，一个品牌近30%。小米紧随其后24%，和苹果的差距不大。其次是 vivo、OPPO 和华为。第2个是价格段调研啊，也很好的契合了品牌的数据，最大占比是2500到3500这个价位段，而1500以内和5500以上啊，这个占比几乎相同啊。贵的有用 iPhone 14 Pro 和 Pro Max 1T 的啊，自然也有用 OPPO A93S 啊、vivo 的 T2X 啊，还有 iPhone 6 Plus 的。如果合并来看，3500以下的这个档位啊，占比达到了62.4%。第3个就是关于用机反馈啊，大家可以先盲猜一波啊。除了基本都可以想到的这个续航之外，外卖小哥第2不满意的地方是哪里呢？可以评论弹幕一波。这次调研完，说实话还是让我有一些意外。揭晓调研结果，目前使用手机最不满意的地方，续航不佳是预料之内的第1，第2名是信号网络问题。不知道你猜对了没有？那固有认知中呢，这都是厂商几年前宣传的点了啊。这个发布会上估计大家都看到过啊，说自己信号好啊，这个出电梯、出隧道啊，可以飞快的识别到信号等等。第3名呢是不耐摔、不防水，随后是充电和定位的问题。本来我们以为这充电和定位会排在很前面的位置啊，没想到比较靠后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调研啊，这高分项耗电啊，不用多说，你别说他们，我们都在追求更高续航的表现。也有许多小哥会用魔改电池的 iPhone 啊，我们百云频道就改过一台6000毫安时的，这个算是意料之中。我们常见的外卖小哥呢，也都是人手一个大充电宝。信号不好，网络慢啊，因为配送员呢，并非要去店里拿上餐就直接走了啊，他们还需要在派单软件上啊点那个上报到店啊，取餐之后呢，要点唯一取餐。你网络一卡顿，耽误的就是时间，而他们最缺的就是时间。不耐摔、不防水，
其实针对的就是他们难以预料的啊，比如说翻车啊，或者说天气的情况，你要碰上个大风啊、雨雪天气，在我们实际拍摄的过程里边就有许多次啊卡在摔倒的边缘。最后注意看啊，还有一个其他啊，因为我们暂时想到的就这么多啊，这占比呢也达到了14%，这比例上面和定位和充电啊都差不多了。我们在这里还专门调研了一下，挺微妙的啊，因为它需要看地域。首先就是在相对炎热的南方，这配送员朋友反馈这手机过热的问题，并不是比较严重的那种过热死机啊，而是过热无法使用相机，而这会非常耽误配送啊。就比如美团的微笑行动，就是要求拍摄照片以确保骑手正确的穿戴服装和戴头盔，而这个时间是随机的。虽然正常的情况下10几秒钟就可以搞定了，但如果正逢夏天，这手机炎热无法打开相机，那他们就要等待手机降温拍摄之后才能继续送餐啊，否则平台可能会停止派单甚至封号。如果你见过有配送员的电瓶车上面有这个小雨伞啊，不仅可以挡雨，有的时候也可以挡挡太阳，抵抗一下高温。还有反馈手机音量不够大的问题，这个骑手呢有一些会佩戴蓝牙耳机，但其实这并不是非常安全的做法。单独充电呢，对于一些骑手也是觉得麻烦的地方。一些人呢会通过声音了解是否有订单进入，而如果在送餐飞奔的过程中，这手机放在兜里边没能及时听见微笑行动的提示音啊，就会很麻烦。而到了相对寒冷的北方啊，因为太冷啊，无法正常充电，甚至关机啊，就是非常容易遇到的问题。这对于骑手来说也是非常致命的。还有个小点啊，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？除了非常非常冷的时候啊，这大多数配送员几乎都不戴手套啊，因为他们长期在外边骑车，感觉应该戴手套。偶尔呢，你会看到一些戴手套的也是露出手指的，这其实就是为了方便操作手机。如果戴着手套啊，尤其是雨天的时候啊，再戴上一个防水套，那操作手机是非常麻烦的。其实很久之前的手机啊是出过手套模式的，而现在很少有手机支持这个功能了。所以有的时候即便冷一些啊，这个不戴手套啊也是很多配送员的日常。为了能够最真实的感受他们的用机问题，还有他们的实际工作场景，我们实地跟拍了2位外卖骑手小伙伴2天啊，是的，正片才刚刚开始。跟拍其实日常对于我们的摄制组来说不是一个难事儿，但如果你面对的是配送员的时候啊，这个难度就是几何数的增加了啊。按照其中一个小哥的说法是，我们就相当于送了1天外卖。我们跟拍的第一位小哥啊，网名叫紫月倾城，这是他 B 站的昵称，是一位资深骑手啊。18年啊就从专送做起，之后出来做全职的众包啊。目前使用的还是一个2年前他购买的华为 nova 7。其实，在开拍之前我们也有准备啊，专门和另外一位跟拍的聂哥从他那儿借了他新买的电瓶车，但想跟上专业骑手还是很难的啊！什么时候左转，什么时候小路可以走，避开哪些时间长的红绿灯路口，等等等等啊！因为大路口的红绿灯啊，多是按分钟计算的，可能就这几分钟啊，就会导致他们的订单超时罚款。虽然第一天我们做足了准备，但依旧跟丢了3次啊！这还是子月稍微照顾我们的情况下。第一次是因为大路口没有跟上啊，走错路了。因为红灯的问题，我们实在是跟不上了，它卡在一个红绿灯的缝隙中，直接过去了。这个应该就是我们今天第一次跟丢，找了半天没找到。第2次是因为电量没计算好啊，这个导致车没电了。我们的车现在没电了，一点都没有，一点电都没有了，自己关机了，已经关机了。我们这一波跟不上了。第3次是因为换到了有问题的电瓶，真跑了20了，转动不了了，我操！我操，他妈刚上来今天就丢了。按照规律，外卖的一天呢可以分为这么几个时间段啊，早上8点到11点半呢是非高峰时段啊，11点半之后啊到下午的2点啊就是午高峰，随后的2点到5点呢是非高峰。大多数骑手呢也是在这个时间段稍微吃点饭啊，休息一下。我们跟拍中看到他们似乎只有这个时间有机会稍微刷一下手机。随后5点就又开始进入夜高峰时段了，忙到8点左右啊，再进入波谷，随后就是夜班时间。子月下班呢大多数都是凌晨2点，你没有听错啊。他和我们说这是许多众包骑手的日常啊，因为没有实现一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甚至16个小时啊，都很正常。我们跟拍的第2位呢是聂哥啊，是美团的专送骑手，他用的是买的时间还不算太久的小米12 Pro， 就在我们工作室附近配送啊，因为是专送啊，相对众包的位置呢要更加固定一些。在有了第1次的跟拍经验之后啊，而且是我们相对熟悉的工作室附近嘛啊，以及聂哥的照顾下啊，第2次我们终于没有跟丢，但1天下来啊，感觉也被扒了一层皮。
他也是从早上8点开始啊，送到晚上8点啊，甚至还要更晚一些。下午他还和我们聊了聊什么点儿啊，去哪里等单最好啊，比如中午附近商圈哪家生意特别好，晚上啊有一家烧烤店单就特别多。这2天的实地跟拍还有后面的单独采访，有几个问题啊相对比较突出。第一个就是屏幕亮度，全局最高亮度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。大太阳的时候，如果屏幕的激发亮度不够，手机摆在导航支架上面看起来就是黑的。而现在厂商在宣传的时候，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啊？它基本呢都标一个最高的局部激发亮度，那个数字你看着挺高，但其实它是局部的，并不是全局的。大家买手机如果重亮度的话，也要格外注意。第二个就是希望这个防水要做扎实，因为下雨天还是比较多的，下大雨的时候还是会上防水套啊。不能说拿自己这么贵重的一个通讯工具去赌它的防水性能，就真的不上防水套。这样的话，其实是如果真的进水了，我们需要花比较多的金钱和时间。小雨的情况下呢，他们为了方便就不一定会带上这个保护套了。第三就是前面我们说的信号和定位啊，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。他们经常出入写字楼的电梯或者说商圈，这个人员普遍都比较密集，这信号要求是比较高的。明明我跑到地方了，但是手机上的定位显示我还在前面的一段路，不在用户的位置区域，也无法去完成点击订单送达这样的一个操作。如果午高峰卡着时间啊，耽误个把分钟啊，就会超时。超时一单就可能会被扣50块钱，送一单的价格也就在5块左右啊，许多时候还不到。在实际跟拍中呢，他们多数情况下都是异常忙碌的，接单啊、规划路线啊、计算时间、换电瓶，无时无刻不在和时间赛跑。大家日常关心的，比如说手机性能啊、游戏啊，或者拍照啊，到底怎么样啊？他们似乎没有时间在意。堵车、车辆没电啊，这个顾客不接电话，这商家不及时出餐等等带来的时效性的这个问题，在我们的观察中，确实要比手机不好用要更加麻烦。他们大多数人对于手机的需求真的不高，续航长一些啊，系统稳定、信号好就足够了。有人说网约配送员是一个门槛很低的工作，或者说没有门槛也可以，因为你只需要会使用智能手机，再会骑电瓶车就可以上岗就业了。没车都没关系啊，这个配送站点大多有租车服务，最低不到1000元的初期投入，你就可以开始工作。但门槛低并不是什么好事啊，因为这意味着你需要极高的熟练度才能拿到所谓的高工资啊。大家可能听到过一些报道啊，说这个月入上万的配送员，他不仅仅要对附近的小区、小路或者是商贩熟记于心，在配送订单出现的那一刻就要规划好自己的路线啊，并且要有足够出色的车技啊，还需要熟知不同时间段各种路况。即便上面这些你都做到了，还是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配送啊，这样单子才多嘛，才能拿到高工资。我不知道全国的真实情况啊，但是在我们的问卷里面，大多数人的薪资水平都在5000到8000这个区间，上万的啊也有很多，占比也达到了10%，但是他们的付出啊，上面的子月你也都看到了。我们越深入的调查，越发现手机他们好像从来都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自己很核心的工具。很多小哥也不知道换什么手机好，可以让他们的配送体验更好一点。这明明是他们最常用的一个设备，但是他们真的都不懂啊，因为很多人多数情况下是没有时间去了解的。我们前面跟完子月啊，他后面微信和我们说啊，他去修了一下用了许久的 nova 7啊，更换了屏幕组件和电池。之前这台手机在他的工作场景啊能用4个多小时，但是后面就越来越不行了，换了个新电池就好多了。这次调研我们也发现，很多我们大众以为被解决了很久的手机痛点问题啊，或者说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啊，就比如说亮度啊、信号、卡顿等等，在他们这种重度的用户下，往往情况都有所不同，或者说暴露的要更加明显。希望厂商们能够重视这些点，能够重视那些好像大众用户用着都没啥问题啊，但其实改了，但没有完全改好的地方。还是那句话，想要靠一期视频改变什么啊，根本不可能。但是我觉得能够作为一个记录者，把这个声音传递出来啊，希望能够多少起那么一丢丢作用。这期片子我们要特别感谢2个美团配送站的帮助啊，是他们同意在自己的骑手群里边帮我们收集问卷啊，感谢站长和配送员们的支持，还有通过线上联络的几十位外卖小哥，还有同意并照顾我们实际记录的子月还有聂哥。风雨无阻的外卖小哥支持着许多人的工作和生活，在结果他们递给你的外卖时啊，亦或者接听到他们的电话时，其实我们随口说一声谢谢，说一声注意安全，就是对他们工作最好的认可。OK，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，可我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，特别感谢啊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肯定了。更多的那个精彩，大概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播人体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
前一段时间呢，我们正好和华为有一个沟通会，然后偶然聊到了这个项目，交流了一些用户的痛点。然后华为呢，为了作为感谢啊，送了我们2台手机，然后正好我们把这2台手机呢就送给这次帮助我们的2个快递小哥啊，有一个呢我们已经提前联系，他暂时不在武汉，回头我们寄给他。然后有一个我们卡一个他下午休息的时间去送给他。走。我们在他经常跑的这个商圈等一会儿他送完上一单，然后我们约了见面。Hello， 耽误你时间了，给你这个一个小礼物。谢谢。特别感谢上次之前对我们的这个帮忙。晚上一般几点下班？现在？我现在一般干到每天晚上凌晨3点。3点多？那你睡多长时间啊？现在？睡回去休息到早上8点钟起来。8点钟起来？我靠，你就睡5个小时够睡吗？主要是因为现在这个。